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風琴佑。今天我給大家聊聊鬥士的戰刃飛翔這個秘法，也就是風球，看看國際服的風球在加強以後的強度適不適合作為一個組合秘法。好的，那我們廢話不多說，馬上開始吧。如果不點了幹啥？頭我給你砍掉，還囂張。風球增強之前的強度和技能介紹我就不多講了，直接告訴大家它的優勢以及劣勢。好了，先講講優點。就傷害而言，它已經可以作為一個組合技能了。這裡它的傷害低於裁決，很大程度也有少了3顆星的緣故，而且它可以自動鎖敵，有4個的攻擊距離。換句話說，玩家幾乎可以使用風球在任何一個場合，無論是 PVE 還是 PVP， 對群還是對單，都是可以的。這次我測試的對象防禦與當前噩夢難度怪物相匹配。那麼正常來講，如果是護較低的聖獸或者混沌，那麼傷害會進一步提升。那麼缺點其實也是有的，不過不在傷害這一塊。還是那句話，風球的傷害構成極其依賴戰刃飛翔和風系領主2個秘法，少一個都不可以。這裡並不是說用了2個秘法以後的實用性會低於選擇其他2個連擊流秘法，因為大家可以看得出來，同樣是選擇2個秘法，裁決加建議的傷害其實並不會比風球高多少，兩者差距大約只有10到15%左右。但是介於風球可以自動鎖敵，並且養成難度較低，我認為這是可以接受的。很多玩家可能不知道我說的養成難度較低是什麼意思，那麼這裡我就解釋一下好了。如果你要養裁決加建議，那麼必須2個都是高階級，因為這2個是單獨不相關的組合秘法。而風球不一樣，風系領主屬於輔助戰刃飛翔的秘法，也就是說，雖然低階級的風系領主的風球增傷並不多，但是光技能的增加，刷新概率就已經可以大幅度增加風球的整體傷害了。也就是說，風系領主的投資成本低於建議。還有缺點嗎？其實當然有的。戰刃飛翔作為一個4轉技能，也就是說，當你擁有高階戰刃飛翔的時候，很大概率你的其他4轉技能，比如說強襲破甲、留刃、火舞等技能的階級，也不會低到哪裡去。以上都是客觀分析，說說主觀好了。其實主觀我也已經在鬥士5轉影片有說過了。整體來講，風球還是可以的，但是連擊流可使用的秘法較多。很多時候，你剩一個空間的時候，就無法使用這種捆綁型秘法，並且是大多數鬥士不會選擇的風系技能，在親和上面吃到的優勢也不會那麼大。如果說2個風球秘法都是5轉技能，或許我會推薦。但是如果是一個4轉，一個5轉，那麼對於喜歡玩連擊流的玩家來說，我依然推薦先拉絕風建議。至於和法鬥比的話，同階級下越戰還是法鬥更有優勢。那些屬性較低的場景，包括噩夢以及噩夢難度以下的怪物連擊流的秘法強度才會顯現。那麼這裡推薦使用風球打單體的玩家，可以同時帶裁決和建議，只能選一個的話，就看誰的階級高了。對群的話，就可以把裁決換成烈焰氣勢。火親和不高，或者風親和更高的玩家，可以不帶烈焰氣勢和裁決，可以考慮攜帶不屈或者狂刃疾曲作為輔助。風球的另一個好處就是不吃暴擊，暴擊率較低的鬥士可以把建議換成風球，再加上裁決，或者使用天使作為自己的暴擊率補充。暴擊率高的玩家自然是選擇暗夜帝王了，因為暗夜的破甲能大幅度提升連擊秘法的傷害。戰技的話，可以多使用高階職業戰技，比如說劍鋒以及揚言。旋風斬和夕照差不多可以淘汰掉了，至少在官方加強低階技能之前，
可以淘汰掉了。連擊流整體不吃傷害增加，所以可以考慮使用暴擊精通增傷，但不建議紅蓮戰役。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，可以訂閱並加入風清幽的 DC， 影片的每一條評論我都會看，也歡迎分享你的想法。希望這篇影片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風球這個秘法的技能體系。那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